妈，我忘了问你，我结婚都3天了，事情也全忙完了，你当初帮我存钱的那张卡倒是给我呀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哪有拿你的卡？儿子，你的钱不是一向自己保管的吗？妈，你可别不承认啊！前几天婚礼人多眼杂，你说让我把我老婆赔下的38万以及收的10来万的份子钱交给你，你去存着。我当时还觉得你想得周到呢，就把这些钱以及银行卡、身份证交给了你。如今3天过去了，你赶紧把卡给我，我老婆都问了。儿子，你的钱我没去存银行，我都花完了，你的卡和身份证在我屋里呢，我现在身无分文。妈，我没听错吧？我这么信任你，把钱全交给了你，你怎么花完了？你怎么可以花这赔价钱？这都是我老婆的呀，她的赔价38万，收的份子钱也是她娘家亲戚给的。你怎么能用呢？咱们家这边收的份子钱不都在你那吗？你怎么需要这么多钱啊？你花在哪了？别是被人给骗了？笑话，只有我坑别人的份，别人怎么可能骗得到我的钱？我是那么好骗的吗？你老婆如今也是我们李家的人了，我用了又能怎么样？作为大嫂，她还没给小叔子见面礼呢，这50万就当你们给你弟弟的红包吧。你全给弟弟了，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吗？那可是我们的，你们脸皮怎么这么厚？见面礼还需要这么多，真说得出口？妈，看来这都是你的圈套，你连儿子都坑，我还以为你转性了。好心替我着想，帮我存钱，没想到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你给他这么多钱干嘛？他还在读大学，我们才是最需要这笔钱的人，你怎么可以如此偏心呢？那是你弟弟，你给他花钱有什么可心疼的？你怎么这么自私呢？你弟弟都快大学毕业了，还什么都没有，以后怎么找对象娶老婆？我当然要未雨绸缪，为他打算了。你弟弟老早就看好一辆60万的汽车了，就是苦于没钱。如今我给他买上了，他高兴的一蹦3尺高，我可是连老本都贴进去了，有小10万呢。你真让我心寒啊！我结婚的时候想让你掏点钱，你跟我说1分钱都没有。如今为了给弟弟买车，倒是连老本都贴进去了，还算计我的钱。虽然你平时偏心弟弟，没想到你居然做这种事。我也是你儿子，你怎么能伤害我去成全你另一个儿子呢？我的钱哪有你的份？我为什么要花钱给你娶老婆？你有本事就自己去，没本事就打光棍，别想事事依靠我。妈，我还是不是你儿子啊？我究竟是不是你亲生的？你跟我有仇吗？你有钱帮我娶个媳妇怎么了？以后我还要给你养老呢。看你那小气样，我能指望你给我养老过好日子吗？我还不如把宝压在你弟弟身上呢。弟弟如今还有大半年才毕业呢，你着什么急给他买车呀？他如今毫无经济能力，连加油都有问题，车子是买来看的吗？一个连自己都还养不活的人，你还给他买这么贵的车？咱们家又不是开矿的，你有必要这么宠他吗？这都是我老婆的钱，你凭什么花他钱给弟弟买车？有本事靠你自己，我无话可说。如今我该怎么跟我老婆交代啊？儿子，你弟弟也是要面子，他混的那个圈子，好友同学都是有钱的主，平时都开60、70万的车，你让你弟弟开20、30万的车，他还要不要脸了？这买卖不亏，好车上档次有面子，以后找对象也容易。要是找个富家女，以后你也能捞好处，百利而无一害。等你弟弟发达了，肯定会帮你一把的。所以现在你别太小气了，这叫放长线钓大鱼。车子是男人的脸面，如今的女孩可会看脸了。妈，你以为现在的女孩都势利吗？人家可不只看钱的，还得看人品能力。有辆好车有什么用？什么锅配什么盖？哟，你这是嫉妒吧？你弟弟模样好，长得俊，嘴巴甜，会说话，还是大学生，身边朋友同学都是富二代，以后他肯定有前途。你自己没出息就算了，还想在我面前诋毁你弟弟，你有做大哥的样吗？妈，以后是以后，哪怕弟弟过得再好，我也不羡慕。现在想用我老婆的钱买车，我不答应。你目光真是短浅，难怪这么多年一直替别人打工呢。你要学会投资，这钱投资在你弟弟身上准没错，以后你弟有钱才会拉你一把，懂不懂？我不需要，我现在就想你还我钱，其他都是虚的，你说的再好也没用。你怎么就是一根筋呢？难怪不招人喜欢。如今你帮你弟，以后他才会帮你，不然以后你别想靠你弟，你弟还没成家立业呢，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，你们作为长兄长嫂，给他点零花钱用也应该的，你居然还想要回来，真小气。李大姐，你赶紧把钱还给我呀，这钱要是打水漂了，我老婆怎么看我？你难道想我刚结婚就离婚吗？你还是不是我妈？你吼我做什么？你弟弟从来都是对我轻言细语的，你多学学。你老婆要是因为这件小事就离婚，那这媳妇不要也罢，实在小家子气，太不懂事了。妈，这可是50万，不是个小数目，搁谁身上都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好不容易娶的老婆，哪能就这么没了？我本来就看不惯你那媳妇，是你非要娶的，离了更好，我还巴不得离。离了以后你就可以全身心帮你弟弟，你弟弟才能光宗耀祖。妈，你真狠心，既然这么看不上我这个家，我也不想再待了。这50万就当我一次性付清了你的养老费。你果真没良心啊！你走了以后别再回来了，我还省了一口粮呢，真是白养你了。就这样，大儿子坚强带着老婆离开了伤心地。10年后的一天，大儿子接到了来自老家的陌生电话。你好，你是哪位？儿子，我是妈呀，你好狠的心，一走10年了无音讯，我太伤心了，电话号码也都换了。你真想跟爸妈断了关系啊？要不是你堂哥有你的电话，我这辈子都找不到你了。你当初做的那些事，说的那些话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你对我那么无情，我还联系你干嘛？自讨苦吃吗？你可是我儿子，这是改不了的事实。亲母子哪有隔夜仇？这些年妈真的很想你啊，如今我头发都白了，妈老了。你不是有小儿子就够了吗？怎么会惦记我呢？10年前你私自拿我老婆的钱给小儿子买车，害我差点离了婚。你有在乎过我的感受吗？我希望你不要再来搅和我们平静的生活了。没事就别联系，我被你连累的还不够惨吗？多少年前的事了，你怎么还生气？你心眼也太小了吧！这么件小事到现在还耿耿于怀，一个大男人至于吗？50万是小事，那在你眼里什么才是大事？既然你这么看不上，当初何必从我们手中坑蒙拐骗？受伤害的不是你，被骗钱的不是你，你当然可以轻描淡写一笔接过，可我办不到。你哪怕生气，这么多年也够了，哪有你这样不孝的？难道真不管我和你爸了？是不是你老婆在背后搞的鬼，让你别跟我们来往了？
这个女人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，你就是被她迷了眼。够了，爱嚼舌根的是你，你这么偏心还有理了？你到现在还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吧？你这么偏心小儿子，还想我言听计从，我又不是个傻蛋。我不就是花了你50万吗？我可是你妈，用你点钱怎么了？我养你这么大，连50万都不值了吗？要是真花在你身上，我无话可说。可是你全给弟弟买车了，凭什么呀？他有手有脚，凭什么花我的钱？我结了婚也有个小家了，你不该多为我着想吗？我们的新生活也需要钱啊！你这样做置我于何地？好吧，就当是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们。10年前的往事，现在计较也于事无补了，你就原谅妈吧。这些年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啊？我很惦记你。听你堂哥说，如今你也买房了，我真是没想到你还能买上房，想来日子过得很好吧？我很欣慰。没有那50万，我们夫妻俩只能靠自己努力奋斗挣钱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我们买了房，有了属于自己的家。买房是好事，可是你也应该跟我们商量啊，我们好给你出谋划策。出谋划策，我还真怕你出计策，最后把房子变成弟弟的了。我现在还真怕见你，一不留神就被你坑了。咱们还没分家呢，你挣的钱也是这个家里的钱，我也有权支配，哪怕给你弟弟买房那又如何？这10年来你没给过我生活费，你还欠我的呢。你这买房的钱里面有一部分是我的生活费，你可是在拿我的钱买房。真是歪理邪说，看来我还是把你想的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你是真关心我们呢，还是为了钱啊？当初那50万还不够给你养老的吗？你胃口也太大了。结婚的时候你没给我1分钱置办婚礼，如今哪来的脸还来跟我要钱？你是这个家的一份子，家里有事你肯定要出钱出力的呀。你弟弟终于找了个好对象，那姑娘温柔体贴，我可满意了。就是女方家里穷，出不起婚房婚车，但女方父母要求有房有车才肯嫁女儿。你弟如今也老大不小，再不娶老婆就耽搁了。如今工作也不理想，身边又没存款，我和你爸老了也不中用了，买不起房啊。当初是谁说的小儿子前途一片光明，以后还能娶个富家女，少奋斗30年，怎么如今还需要我这个穷大哥帮忙呢？很抱歉，我自己都自顾不暇，哪有钱去支援他？我的房还需要还房贷呢。建强，房子你们不是买好了吗？有现成的再好不过了，你们现在住在哪？赶紧给我们订票，我们过来看看，顺便当旅游了。我的房关你们什么事？好好的，你来我们这干嘛？还旅游呢？我们这又没景区。我是你妈，难道儿子家都来不得吗？我这个妈还能害你不成？我们不过是来看看你们的新房而已。要是你弟弟和弟媳满意的话，那这房他们可以结婚用。什么？当初你用我们的钱给你小儿子买了车，如今你还想抢走我们的房子给你小儿子结婚用？你可真够无耻的！这可是我和我老婆拼命奋斗10年才换来的房子，想要房子不会自己去挣吗？你的小儿子这么出息还用靠我呀？你不是说你小儿子以后要照应我这个大哥吗？如今这是做什么？我还指望他发达了，借我点钱把房贷还了呢。那不是时候还未到吗？现在你弟结婚有困难，你帮了他，以后他发达了，你肯定能沾光。真是大言不惭！你小儿子什么货色我还能不知道？好高骛远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一事无成，我靠他帮我，还不如喝西北风实际点。你住口！不许你这么说我小儿子，等他成了家，以后就会一门心思努力挣钱的，想要好工作，那就是手到擒来的事。他以后过得肯定比你好，你就等着瞧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要点脸，别再打我房子的主意了，我是不可能给你们的，死了这条心吧。想要房子自己挣钱买，别整日想着坐享其成。他总归是你弟弟，现在就缺一套房就能结婚了，你难道想看他打光棍啊？你们可是亲兄弟，房子还能有你弟弟重要吗？那是当然，房子比你们重要多了，那是你儿子，他打不打光棍我不在乎，房子要是给了你们，打光棍一无所有的就是我。那怎么可能？你老婆孩子都给你生了，怎么会跟你离婚呢？可是你弟弟没房子就没老婆了，如今妈也就这点心愿了，你就成全我吧。当初我求你帮我一把的时候，你怎么视而不见？我结不了婚你不着急，还希望我离婚，全力帮你小儿子，同样都是儿子，你怎么如此差别对待呢？你对我连个外人都不如，永远只为小儿子着想，我只能多为自己着想了。毕竟我没有爹疼妈爱，你们不用找我，我是不会告诉你们我的所在地的。堂哥也不知道，你就不用费尽心机了。房子你们想都别想。我怎么生了你这样铁石心肠的人呢？你弟弟的婚姻大事都不帮一把，你还是人吗？这么多年都是你弟弟在我跟前尽孝，你理应把房子送给他，这是你欠他的。你们10年就能买一套房，把这套房子送给你弟，再过10年你们就又能买了，何必这么小气呢？你弟能不能娶上老婆全靠你了。我不借你们的，当初你拿了50万，我没让你们还，你们应该心怀感激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得寸进尺，贪得无厌。你就是见不得我好，是不是？你就想我妻离子散，对不对？我痛苦我离婚，你才会罢手吗？我们买了房，刚过上好日子，我老婆也喜气洋洋的了，你又跑过来想夺走我的房子，你就是个害人精。我是你妈，我怎么害你了？你是缺胳膊还是少腿，还是断后了？你不顾念我对你的养育之恩，只知道指责我，你就是个没良心的。你要还拿我当你妈，你就乖乖的把房子过户给你弟，不然我就没你这个儿子，我说到做到。反正有你没你都一样，断绝关系也好，省得你找我麻烦。这些年我对你早已失望透顶，你只是弟弟的妈，不是我妈，在我心里做母亲的不会像你这样，你这样的妈我宁愿不要。你想断绝关系，可以，只要你出钱给你弟弟在镇上买套房子，以后你过你的日子，我绝不打扰你。真是为了小儿子豁出去了，在你眼里，我这个大儿子屁都不是一个，那我凭什么帮你小儿子买房？我可以靠自己结婚生子买房，他好手好脚，难道做不到吗？自己的事自己想办法，我自己还有贷款压力呢，有钱给你们还不如自己还贷款，你指望我帮你们，还不如好好劝劝你那个大学生儿子，踏踏实实找份工作挣钱呢。他靠自己买房，我才看得起他。我怎么教育儿子，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你竟然爬到我头上指责我，没大没小，胆大包天！你不给我房子，我就去起诉你不赡养父母。你尽管去啊，你恐怕忘了你还欠我50万没还呢，那可是我老婆的，要真撕破脸皮，别怪我不念亲情。你真是好样的，居然敢威胁我！你等着，我非得找到你，然后好好教教你做人。你是找不到我的，我们就此恩断义绝，这辈子你就靠你小儿子养老吧。
祝你好运。大儿子建强直接挂了电话，大家赞同大儿子的做法。面对这样的骂，你会怎么做？